有缘人，您来了，我是慧真居士。刷到这条影片并非偶然，而是冥冥中天命的安排。你即将开启好运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居家风水秘诀，可说是改变万千家庭运势的关键所在。老话常说，一粒盐，一线天，看似平凡的严厉，实则蕴含无穷玄机。各位有所不知，我修行数十载，遍访名山古刹，拜访过无数高人，但最令我震撼的，反而是老祖宗留下的这个简单法门。在房间角落放置食盐，竟然暗藏如此大的学问。且让我娓娓道来。首先，盐具有极强的阴阳调和之力，《黄帝内经》云：阴平阳秘，精神乃至。而盐的性质正是阴阳调和的完美体现。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，盐更被视为辟邪驱煞的宝物，一撮盐除百煞并非空谈。特别要告诉大家的是，房间的东北角在风水上称为艮位，是气场最容易积聚的位置。这个角落若处理得当，可以为家人带来源源不绝的好运，但若是处理不当，反而会成为煞气汇聚之地，让家运蒙上阴影。我曾经遇过一位信众，他们全家总是诸事不顺，天天吵架，钱财流失。后来我去他家看，发现他们的房间东北角竟然堆放了许多破旧物品，这可是大忌呀！经过我的指点，他们立刻清理了角落，并且按照我说的方法摆放了适量的盐。哎呀，真是奇迹般的变化！仅仅1个月，他们家的运势就完全不同了。他儿子考上了理想的大学，太太找到了好工作，连带着老板还给他升了职，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啊！所以说，在房间角落放盐，看似小事，实则大有讲究。但是要注意，不是随随便便撒点盐就可以的，这其中大有学问。首先，盐的选择就很重要，一定要用天然海盐，最好是喜马拉雅山中的玫瑰盐，这种盐蕴含天地之灵气，效果最佳。千万不要用加碘盐，那可是会破坏风水的。其次，放置方法也很有讲究。我看到很多人在网络上乱传，说什么直接把盐撒在角落就行，这简直是胡说八道。身为一个修行几十年的居士，我必须要说，这样做不仅无效，反而会带来祸端啊！正确的方法是这样的：首先要准备一个紫砂碗或白瓷碗，外形要圆润，切忌有缺口或破损。碗的大小要适中，直径以10公分左右为宜，切记不可用塑胶容器或金属容器，这会影响盐的灵性。在放置之前，一定要选择良辰吉时，最好是在每月初1或15的早上7点到9点之间，这时阳气最足，最适合布局。我告诉大家一个秘诀，在放置的时候要默念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3遍，这样可以加强效果啊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起了一个真实的案例。有位杨居士，他是做生意的，之前生意一直不温不火，后来找到我咨询。我一看他家的风水，发现问题就出在房间角落。他家东北角放了一个大垃圾桶，这可是大大的忌讳啊！垃圾桶代表秽物，放在艮位，等于是把财运都给堵住了。我让他立刻搬走垃圾桶，安放了净化过的海盐。没想到短短2个月，他的生意就开始蒸蒸日上，还拿到了一个大单子。但是要注意了，盐不是放了就不管的，每逢初1、15一定要更换新盐，旧盐不可随意丢弃，要在流水中化开，同时诚心诚意地说感谢净化，回归自然，这是对大自然的一种尊重。说到禁忌，可千万不要在房间角落放这些东西。一是破损的物品，包括坏掉的电器、破碎的镜子等，这些东西会招来霉运。2是尖锐物品，比如剪刀、刀具，这些会破坏风水，容易引发口舌是非。3是脏乱的衣物或杂物，这些会让气场变得混乱。最要命的是，很多年轻人喜欢在角落放置一些奇奇怪怪的饰品，比如骷髅头装饰、恐怖面具等等。哎呀，这可真是大忌中的大忌呀！这些东西会招来不好的东西，
严重影响家人的运势和健康。如果你已经不小心在角落放了这些东西，也不要太担心。我教大家一个快速化解的方法：先在农历初一的早上，把这些东西全部清理干净，然后点上一炷香，默念南无阿弥陀佛9遍，再用新购买的海盐，按照我前面讲的方法重新摆放。接下来，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更深层的风水秘密，很多人都不知道，房间的4个角落其实分别对应着不同的人生运势。东北角影响事业运，西北角主财运，西南角主感情运，东南角主贵人运。所以，如果想要提升某个方面的运势，就要特别注意对应的角落。让我举个生动的例子，前几个月，有位李女士来找我看风水，她说自己30多岁了，事业不顺不说，连桃花运也一直不来。我去她家一看，可不得了，东北角堆满了用坏的化妆品和过期药品，西南角居然放着前男友的礼物和照片，这简直是把好运都给挡住了。我当场就让她把这些东西都清理掉，在东北角放了纯天然海盐，在西南角放了粉色喜马拉雅山盐。你们猜怎么着？不到3个月，她不仅升职加薪，还在公司年会上认识了现在的老公。这就是改变角落风水的神奇力量。说到这里，肯定有人会问，为什么一定要用盐呢？这就要从道家的阴阳五行说起了。盐属阴，但是它的味道是咸，在五行中属水，水在五行中有包容、净化的作用，特别是在角落这种容易聚集煞气的地方，盐的净化作用简直不要太厉害。我经常跟信众说，盐不仅仅是调味品，更是天地之精华。道德经有云：34，上善若水34，而盐就是水的精华所在。在古代，盐更是被视为珍宝。34，盐铁专营大家都听说过吧？这其中不仅是经济原因，更蕴含着深刻的道家智慧。不过，现在网上有些人在教导大家用粗盐或工业盐，这简直是要误人子弟啊！记住，一定要用天然海盐或者喜马拉雅山盐，因为这些盐是经过大自然天地之气的滋养，蕴含着强大的灵气。如果实在买不到这2种盐，普通食用盐也可以，但效果会差一些。还有一个重要的细节，就是盐的用量。很多人一听说盐能旺运，就往角落放了好几斤，这可太过了。盐的用量以能覆盖碗底1厘米厚度为宜，太多反而会影响房间的湿度，这样就得不偿失了。关于更换盐的时间，除了每月初一、15要换之外，如果家里发生了以下情况，也要立即更换。一是家中有人生病或者遭遇不顺，二是家里进行了装修或大扫除，三是家中举办了红白喜事，四是打碎了镜子或者玻璃制品。这些情况都会影响到盐的灵气场。特别提醒大家，千万不要把这些被换下来的盐直接倒进垃圾桶，这些盐已经吸收了许多浊气，如果随意丢弃，反而会把这些浊气带到别处。正确的处理方法是在流动的水中化开，同时心中默念34，清净无染，回归自然34，这样才能真正的化解浊气。说到破解之法，除了前面讲到的方法外，还有一个更高深的法门。如果你发现自己的房间角落之前放了很久的不适宜物品，比如坏掉的钟表、破损的佛像等，那么光靠换盐可能还不够，这时候就需要一个特别的净化仪式。准备3根新香，在月圆之夜的子时，晚上11点到凌晨1点，先把角落彻底打扫干净，然后点燃香，绕着房间顺时针走3圈，最后把香插在窗外。第2天一早，再按照标准方法放置新盐。这个方法我一般不轻易传授，但看在大家这么有缘分上，今天就特别分享给大家。各位有缘人，让我继续分享一些更深层的秘密。刚才讲到房间角落的风水布置，但其实盐的放置还要考虑到24节气的变化，这可是很多风水师都不曾提到的秘传知识啊！我记得有一次，一位从事金融行业的张先生来找我，他说自己明明在房间角落都放了盐，
可是运势还是时好时坏。我一问才知道，原来他完全忽视了节气的影响。要知道，不同的节气，阴阳之气的强弱是不一样的。比如说，在冬至阳气最弱的时候，盐的用量就要适当增加；而在夏至阳气最强的时候，则要相应减少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起了《周易》中的一句话：“39，与时偕行，方可通达39。”这句话放在角落放盐的风水上也是非常应验的。我们要随着节气的变化来调整盐的布置，这样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。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，在农历7月和腊月，角落的布置要格外注意。这2个月阴气特别重，如果处理不当，容易引来不好的东西。建议在这2个月，除了海盐之外，可以在盐碗里加入3片艾叶，这样可以起到额外的辟邪效果。哎呀，说起这个，我又想起一个特别灵验的案例。有一对夫妻，他们的小孩总是睡不好觉，半夜哭闹。他们看过很多医生，也找过很多人看风水，都没有效果。后来找到我一看他们孩子房间的角落，好家伙，不得了啊！角落里居然放着一面破镜子，而且还是对着床的。要知道，镜子在风水学上属火，破镜子更是会引来不好的气场。我赶紧让他们把镜子移走，用盐水擦拭了角落3遍，然后放上了提前准备好的海盐。很神奇的是，从那天起，孩子就睡得特别香了。这就说明角落的布置对小孩子的影响特别大，因为小孩子的阳气未足，特别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。所以如果家里有小孩，在角落布置的时候要特别注意。除了放盐之外，最好在盐上面再放1粒红枣，这样可以帮助补充阳气。还有一点非常重要，就是不同户型的房子，角落的处理方法也是不一样的。比如说，如果是坐北朝南的房子，东北角的盐量要比西北角的多一些；如果是坐南朝北的房子，那就要反过来。这是因为不同朝向的房子，阴阳之气的分布是不同的。最让我感叹的是，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懂得这些传统智慧了，他们在网上看到什么就信什么，甚至还有人说角落可以放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来转运，这些都是不对的。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，都是经过千百年验证的，可不是随便就能改变的。让我来说说最后一些很重要的注意事项，这些都是我几十年来累积的经验，今天特别分享给各位有缘人。首先要说的是关于房间角落的禁忌，除了之前提到的那些，还有一些更严重的禁忌，绝对不能在角落放置任何带有攻击性的装饰品，比如剑、弓箭等，这些会破坏室内的和谐之气。也不能放置任何带有暴力或者恐怖元素的饰品，这些会影响住户的心理健康。更不能放置任何死去动物的标本，这是大忌中的大忌。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，现在很多网红都在推荐在角落放置一些所谓的招财物品，比如蟾蜍摆件、聚宝盆之类的。我要告诉大家，这些东西如果放置不当，不仅不会带来好运，反而会适得其反。因为角落本身就是气场积聚的地方，如果再放置这些能量物品，很容易造成能量紊乱。记得有一次，一位王小姐找到我说，她按照网上的方法，在房间各个角落都放了聚宝盆，结果不但没有发财，反而总是做噩梦，整个人都变得很焦虑。我去她家一看，果然这些聚宝盆的位置全都放错了，而且每个角落都堆满了所谓的开运物品，导致整个房间的气场都混乱了。所以我现在要教大家一个独门秘技，如果你实在想在角落放些招财物品，一定要记住34一角一物34的原则。比如说，如果你在东北角放了盐，那其他角落就不要再放置任何风水物品了，这样才能保证各种能量不会互相冲突。说到这里，我还要特别强调一点，放盐的最佳时间是在每月初一的早上7点到9点之间，这个时间段是阳气最旺的时候，最适合布置聚财物品。如果实在赶不上这个时间，那么15的早上也是可以的，但千万不要在晚上布置，因为晚上阴气重，效果会大打折扣。最后，我要告诉大家，
一个很重要的破解之法。如果你发现自己的房间角落之前放了很多不该放的东西，不用担心，我教你一个快速化解的方法。准备1碗清水，加入少许食盐，然后用新的红布蘸着盐水擦拭角落3遍。擦拭的时候要默念34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，清净无染，转化阴霾34，然后开窗通风半小时，最后再放上新的海盐。记住，这个方法最好在阳光充足的上午进行，千万不要在雨天或者晚上做。而且在进行这个仪式的时候，房间里最好只有你一个人，这样效果会更好。我今天分享的这些都是真正的传统智慧，都是经过实践检验的，希望大家能够认真对待，好好把握。如果你照着我说的去做，一定会感受到生活中的变化。最后送大家一句话：风水之道在于人心，再好的风水，如果心术不正，也是无用的。希望大家在注重风水的同时，也要多积德行善，这才是真正的趋吉避凶之道。